姐姐，我给您把东西拿来了，您瞅瞅，这玩意儿够不够地方住的？薯条，你从哪儿偷的这玩意儿？就里头那个大黑洞里头啊，我看这玩意儿长得挺富态，滚圆滚圆的，就给您弄出来了。你管这玩意儿叫富态？这哪里是什么走地鸡，这分明是一只缩小版的史前猛兽！嘛玩意儿？完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妈妈，饭饭，这是把我当成妈了？难道是系统的绝对亲和力光环发作了？完了，承包荒岛的时候，官方就说过会定期进行生态巡查，不会这么巧吧？他们要是看到我脚底下这只满嘴如牙的不知名猛兽，会怎么想？非法走私珍稀野生动物，私自孵化极度危险的猛兽，无论是哪一条，都足够让我把缝纫机踩到冒荒，直接在这岛上牢底坐穿3年起谱啊！我咋这么点背啊？我叫陆星婉，一个背负着巨额债务、走投无路的破产女青年。半个月前，为了还清这笔烂账，我做出了人生中最疯狂也最孤注一掷的决定，倾家荡产承包了这座位于远洋深处的无名荒岛——迷雾岛。我原打算在这座原生态的荒岛上搞走地鸡养殖，顺便潜水弄点高端海产。谁曾想登岛第3天了，别说高端海产，我连个指甲盖大小的螃蟹都没捞着。我好心在岸边救了只卡皮巴拉，结果他还恩将仇报给我送了只保护动物来。要不是系统解锁了全物种语言精通和绝对亲和光环，估计我早就凉了。双手抱头，站在原地不要动。陆星婉是吧？我们在进行例行生态声纳检测时，发现你这座岛上有未知的强烈生物磁场反应。你脚下这是什么东西？变异巨蜥还是走私的弯鳄幼体？李队长，我说他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您信吗？我发誓，我就是个养鸡的，这玩意儿真不是我走私的。哼，养鸡？你管这长满獠牙的东西叫鸡？周教授，您来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物种？这不可能！别碰它！陆小姐，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什么？这是迅猛龙，白垩纪晚期的绝对掠食者。根据它的骨骼镰刀度和发育特征，这是一只活生生的史前恐龙啊！你是说我原计划养的走地鸡变成了恐龙？陆小姐，这只幼崽似乎对你产生了极强的印随行为。这种远古生物的神经极其敏感，如果现在强行将它带离你身边，它大概率会因为严重的应激反应而绝食死亡。那怎么办？我可没钱交罚款啊！罚款？不！李队长，立刻联系总部，对迷雾岛周边30海里进行最高级别封锁。陆星婉女士，鉴于目前只有你能安抚这只奇迹生物，从现在起，迷雾岛将被划为特殊生态保护区，你将被破格任命为史前生态特级看护员，每月会给你发放10万元的科研专项津贴。岛上所有的饲料和物资由我们军用专机直供。10万块月薪，还包吃包住包物资，1分钟前还牢底坐穿，现在咋直接变成国家队最高级别编制了？陆女士，这只迅猛龙幼崽就交给你了。我们还要回去汇报，就先走了。看你这么瘦，以后我就叫你小火叉吧。姐姐，这就是国家给咱发工资了呀，倍儿有面儿。以后咱在这岛上，那就算是横着走了。横着走？养这么个远古凶兽，我不被吃掉就算命下了。姐姐，这算嘛凶兽啊？您还是先琢磨琢磨怎么应付海里头那位吧。海里头？什么意思？刚才海里有个大胖小子跟我搭话了，他说他相中您身上这味道了，倍儿好闻。他打算明天一早上咱家来蹭顿饭，您看明儿咱是给他准备点嘛好呢？该不会是……姐姐起得够早的呀，这天凉，海风贼硬，您多穿点儿。薯条，你昨天说海里那个家伙
到底是啥？嗨，早来了，天儿不亮就到了，正搁前面浅水湾那边趴着呢。走吧，姐姐，咱会会他去，别怕，有我给您镇场子呢。他要是敢呲牙，我非得拿大瓜子抽他。这家伙该不会只是在和我开玩笑吧？这是苍龙，完了！我在高中生物课本的远古插图上见过他的介绍，苍兰可是白垩纪的海洋绝对霸主。好香，这个两脚兽的味道好舒服啊，想贴贴，但是这里的水太浅了，肚子卡住了，我游不过去。贴贴，你管这叫贴贴？你这一口下来，我连骨头渣子都不剩好吗？哎，嘛呢？这是干啥呢？下铺了嘛？好家伙，一言不合就破水，都给我弄湿了。你这大个子能不能稳重点儿？要是把咱姐姐吓着，你看我收不收拾你？哼！对不起，我就是太高兴了。我叫蓝胖子，我想留在这里，这里的气息让我觉得很舒服，很安全。你想留下？可是我这里没有东西给你吃啊，我连走地鸡都快养不活了。开什么玩笑？这体型一天不得吃掉好几吨肉？就算国家队现在给我发了10万块的月薪津贴，也不够这祖宗塞牙缝的。难不成让国家队每天空投几吨和牛来喂苍龙？吃饭，海里有很多小虫子，我可以自己抓，不用你喂。只要你每天能摸摸我的脑袋，4下不5下就行。瞅见那几个破网豆没？这姐姐原先是想搞海产养殖的，为了还债都快愁掉头发了。你既然闲着也是闲着，以后每天去外海把那些值钱的好吃的玩意儿都给我往网箱里头赶，这叫交房租，懂不懂规矩？好，没问题。这水豚不去干传销，简直是屈才了。他居然理直气壮的让一头远古苍龙去给我当免费的捕鱼机器。好，没问题，我这就去赶小虫子。等我回来，两脚兽要摸我脑袋，说好了5下。薯条，你这就把他使唤走了？姐姐，您就把心搁肚子里头吧。对付这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您就得一开始就把规矩立好了。走，咱先回去吃个早点。国家队给的那面包倍儿软乎，估摸着等咱吃完，这胖小子的活也就干完了。这是极品野生蓝鳍金枪鱼，瞅瞅，胖小子干活倍儿利索，这可是海里的软黄金啊！平时远洋捕捞船在海上顶着风浪飘几个月，都未必能抓到几条品相这么好的，现在居然像下饺子一样挤在我的破网箱里，居然还有百年锦绣龙虾！这种级别的龙虾，在高端海鲜拍卖行里，一只就能卖出几万甚至10几万的高价。两脚兽，我赶回来好多大虫子，全都在里面了，一条都没跑。我把那些想要逃跑的都用尾巴拍晕了。够交房租了吗？快摸摸。够了，太够了，你简直是我的神！虽然心里还有些发毛，但为了这价值连城的海鲜，我豁出去了。哎，姐姐，您先别顾着摸了。这胖小子不仅给您捞了鱼，还从海底里给您抛了个亮晶晶的玩意儿出来。您瞅瞅，这是个嘛东西？老板，迷雾岛那边出现强烈异常，我们不仅发现了极其庞大的未知深海生物活动轨迹，还在水下捕捉到了不属于现存任何科技的超频微波反应。确定吗？确定。而且那座岛目前只有一个破产的女承包商在上面，我怀疑岛底藏有远古遗迹级别的生物样本或科技造物。老板，我们需要立刻派清舵夫武装小队登岛，趁官方还没彻底介入，把人绑了，把东西抢回来。准了，今晚行动，干净点，不要留活口。明白。自从碰了这块板子，总觉得岛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慢慢醒过来，连空气温度忽冷忽热的。等把网箱里的金枪鱼和龙虾出手，这笔烂账就能清干净了。警告！检测到带有强烈敌意的人类武装单位正在登岛，武装单位，请宿主立即规避。他们是冲我来的。
老板交代了，目标人物是个年轻女人，岛上可能有未知的远古生物样本，一并带走。如有反抗，就地格杀，绝不能让官方察觉。我只是个破产来养走地级的普通人啊，这种好莱坞大片里才会出现的顶级雇佣兵，为什么要来抓我？哟，这几个小毛嘴胆儿挺肥呀，大半夜的不搁被窝里好好睡觉，跑咱家这边找刺激来了。谁在说话？什么东西装神弄鬼？瞎骂，破红外线晃嘛晃，画我这卡姿兰大眼睛，你们赔得起吗？就你们这几把烧火棍，还想搁咱家地盘上撒野？打听这片海现在归谁管了吗？队长，这是什么生化怪物？是不是目标人物搞出的基因实验品？管它是什么，开火把它打成筛子！哎呦喂，脾气还挺暴。小火超，别睡了，把你那几个大侄儿叫出来接客，给这几位老表亮个绝活。恐龙，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开火！开火！跑！撤回海上，上船，快！啧，跑得比兔子还快。可惜了，你们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往水里跑啊！启动，快启动！这下头可算消停了，干得漂亮，蓝胖子！明儿让姐姐给你加条大金枪鱼。姐姐，危机解除，收工，回去补个觉，明儿一早让官方来洗地。李队，周教授，这是怎么回事？陆小姐，昨晚有跨国犯罪集团人员试图非法潜入迷雾岛，我们赶到时，他们已经被您的护卫队全部制服了。这等实力完全是维度级的差距，如果我们再晚一步，局面恐怕会更加难以收拾。陆小姐，昨晚的事件不仅印证了远古生物强大的自身实力，更让我们彻底认清了这座岛屿不可估量的研究价值。国家科学院和全球古生物联合会昨天连夜召开了最高级别的紧急会议。从今天起，迷雾岛正式升级为全球唯一史前生物绝对风控特区，所有海陆空权限全部由最高级别军方接管，并在外围建立永久封锁线。陆小姐，您现在不仅仅是看护员了，您是这座岛真正的主人，也是唯一能和他们沟通的桥梁。国家将为您提供无上限的资金和物资支持，只要您一句话，哪怕是把整座海岛铺上地暖，我们也立刻照办。无上限资金，绝对风控特区，把海岛铺满地暖。全体准备！哎，嘛呢？把那破铁棍子都给我放下！这是大火踹、小火踹二大爷，自己人，瞎激动个嘛劲儿？我的老天爷，这是成年的犹他毒龙，白垩纪早期的顶级掠食者！别开枪，千万别开枪！梁教授吃肉，你太瘦了，多吃点才能长高。那什么，李队长，让大家都把枪收了吧，这也是我养的。陆小姐，我现在是彻底服了，有这支远古护卫队在，这世界上估计没人能伤得了您一根头发。我这就去布置外围防线，30海里内绝对连一只来历不明的海鸟都飞不进来。几个小时后，太阳完全升起，驱散了迷雾岛上的尘雾。迷雾岛的外围海域，此刻正停泊着2艘灰白色的海军导弹护卫舰。天空上带
带有国家科学院标志的无人机在岛屿上空进行着24小时的无死角巡航。而在我的银行卡里，国家队打过来的首批史前生物特级看护主项资金，那整整齐齐的8个0，差点晃瞎了我的眼睛。我陆星婉，一个昨天还在为走地鸡饲料发愁的破产负债女，今天就成了被国家队最高级别保护的重点大熊猫。爽！姐姐，您别光顾着傻乐啊，外头有情况。又怎么了？小火潮他们又闯祸了？那倒没有，小火锹正跟他二大爷搁后山抓变异大麻子玩呢。是那个叫马周教授的老头，一大清早就带着几个徒弟，非要进咱家这核心沙滩来舀水喝。我寻思着，咱这地盘现在可是特级保护区，能是他们想进就进的。陆小姐，早上好啊！我们是来采集迷雾岛核心区域海水和土壤样本的。你拦着人家干嘛？人家是来搞科研的，咱们现在领的可是国家队的工资。姐姐，您这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了。咱这迷雾岛现在嘛身价？全球唯一史前生物特区，那图刻的都恨不得是金子做的。这老头带着人呼啦啦就往里进，连个招呼都不打，这合适吗？我让他交点过路费，不过分吧？这水豚是钻钱眼里了吗？国家队都给咱们发了1个亿的津贴了，你连专家的过路费都要收？陆小姐，我虽然听不懂这位大管家在说什么，但昨晚我看他好像很喜欢吃水果。这是我今早特意让后勤处用直升机空运过来的澳洲特级去核大矬离子，还有用深海鱼子酱特制的水果沙拉，您看能不能通通融融？澳洲特级去核大车厘子，还有深海鱼子酱，这可是空运冷链才有的顶级货，光这一盒车厘子就够我吃1个月火锅了。拿鱼子酱拌沙拉喂水豚，国家队这为了搞科研也是真下血本了。哎呦喂，接老头上道啊！行了行了，看在车厘子的面子上，让接几位贵客进来吧。你这家伙，以后别欺负周教授了，人家也不容易。姐姐，我这叫给他们立规矩，咱太好说话了不行。再说了，您没瞅见吗？自从咱家来了小火柴和蓝胖子，这岛上的东西一天比一天邪乎了。邪乎？什么意思？您自己去瞅瞅，您原先养走地鸡那片林子就知道了。顺着薯条的话，我心里升起一丝好奇，决定去后山看看。刚一踏入原先规划的养殖区，我就被眼前的景象彻底震撼了。那些原本只有半米高的蕨类植物，此刻竟然疯长到了2米多高。几棵普通的椰子树，树干粗壮了1倍不止，票皮甚至长出了类似鳞片一样的纹理。更让我震惊的是，我之前散养在这里的那10几只用来下蛋的本地走地鸡，它们不仅体型大了一整圈，身上原本暗淡的羽毛竟然变得色彩斑斓，尾羽长出了绚丽的翎毛，爪子竟然隐隐长出了类似爬行动物般的细密鳞甲。生态反馈报告：宿主的绝对亲和光环正在与史前生物产生强烈的能量共振，迷雾岛的生态网环境正在发生返祖辐射，水质、土壤、植物还有普通动物都将向白垩纪高灵气状态演化。我赶紧跑回码头，还没靠近就被网箱里的景象惊呆了。只见网箱里几十条比昨天还要大上一整圈的金枪鱼正在疯狂挣扎，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混杂在鱼群里的几只巨大的海洋节肢动物，那是一群长得像放大了几10倍的后。我的天，这又是什么怪物？这是远古节肢巨狐的变异后代。陆小姐，这东西千万不能当海鲜卖了，这是活着的超级化石，国家队按一只1000万的价格全收了。1000万一只，这里至少有6、7只。干得太漂亮了，蓝胖子！今晚给你加餐，吃石头野猪。两脚兽，海底的水流变得好奇怪。奇怪？怎么个奇怪法？洋流的温度在急速下降，海底深处有某种极其冰冷的东西正在向这边蔓延。大概再过3天，一股可怕的寒潮就会彻底封锁这片海域。姐姐，胖孩子说的对，我刚才也闻见了，这风里头透着一股子邪乎的冰瓤渣子味儿，估摸着咱这岛上快要下大雪了。我抬起头，心头莫名涌起一股强烈的不祥预感。在赤道附近的远洋荒岛上下大雪，这根本违背了地理常列，除非这场即将到来的寒潮根本不是自然现象。蓝把子和薯条的警告应验的比我预想的还要快，还要猛烈。
受到极度寻常的冷高压影响，迷雾岛周边海域正在快速结冰，补给轮的破冰不足，必须立刻后撤。强对流暴雪导致所有直升机停飞，请务必留在屋内等待救援。这老天爷是抽风了吧？在侧道边上下暴雪，这不胡来吗？冻死我了！我这后槽牙都快打出火星子了。姐姐，咱这算是赶上现实版的《流浪蓝星》了。别贫嘴了，赶紧过来烤烤火。这点火根本顶不住不断下降的超低温。是小火柴和大火柴。蓝胖子应该已经潜入相对温暖的海沟避难了。快，都进来！姐姐，您这心是真大，把鸡和恐龙关在一个屋里，这也就是您。换了别人您，明儿一早连骨头都找不着。别废话了，大家能活过今晚，晚再说吧。屋里的温度还在持续下降，火灭了，零下20度的极寒会要了所有人的命。姐姐，我这算是要交代在这儿了。早知道当初就不拿那颗蛋抵房租了，咱俩搁海边捡点破烂，没准还能多活几天。难道我刚抱上国家队的大腿就要死掉了吗？姐姐，这外边来个嘛玩意儿，要吃现成的了！这动静绝对不是普通的风暴。霸王龙！屋里的温度竟然奇迹般的开始回升了。陆小姐，军用卫星外向探测到超大型远古掠食者正在靠近您的安全屋，导弹护卫舰已锁定目标坐标，请务必卧倒，准备接受近距离火力覆盖。千万别开火，会把我和屋子一起炸平的！极寒天气下的磁场异常，彻底切断了我们之间的双向通讯。完了，这下真要连带着这头霸王龙一起上天了。两脚兽，你的房子好小，我钻不进去。可是外面风好大，吹得我眼睛疼。你身上好香，好暖和，我们一起睡觉好不好？睡觉？哎呦喂，我当是啥玩意儿呢？原来是个实在孩子。薯条，你疯了！姐姐，您把心放肚子里，接大块头就是来咱家蹭热乎气儿的。我的天，这简直就是个行走的巨型恒风暖宝宝啊！导弹发射程序已终止。呼，活过来了，活过来了。这屋现在我最大。这温度刚刚好，不烫手。姐姐，您别干看着呀，这大脑袋热乎乎乎的，当个热炕头睡倍儿舒坦。哎呦，这可比那破电热毯强太多了。大块头，谢谢你啊，以后我就叫你大红吧。大红，这么冷的天，这岛上连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不冷，就是觉得风吹着烦。我原本是在下面睡觉的，但是下面太挤了，有很多家伙在吵架，还冷冰冰的，一点都不好玩。我闻到你的味道，就顺着通道爬上来你了。下面
太挤了。大红说的下面太挤了，指的是哪里？哎呦，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大兄弟，醒醒，别光顾着睡呀！张嘴，把你从下头带上来的那玩意儿吐出来，给咱姐姐长长眼。这是第2块。蓝胖子是从万米深的海底裂缝里找到的第1块，而大红这头陆地霸主是从太挤了的下面带上来了第2块。姐姐，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头板子。刚才大红搁外边就跟我撂了，他说这玩意儿是个类似门禁卡的东西，就在咱这座岛的正下方，地壳的最深处还藏着个倍儿大的世界呢。下头好些个长得奇形怪状的街坊邻居，搁里头闷了几千万年了，都闹哄着想顺着通道爬上来找您透透气儿呢。一个真正的完整的地心侏罗纪世界就在我的脚下，而且成百上千的远古巨兽正准备破土而出来找我这个两脚兽。这场违背了所有自然规律的恐怖寒潮来得极其猛烈，去的也极其诡异。气温在短短半个小时内从零下20度极其丝滑地回升到了热带海岛应有的30度。睡得好饱，两脚肉，谢谢你的房子，我好久没睡得这么暖和了。心想你要是不堵在门口，我昨晚大概率已经变成一具冰雕了。姐姐，别搁那儿煽情了，赶紧办正事儿吧。您还不赶紧把保险柜里那块拿出来？这2块板子凑一块，指定能看场大戏。大红说的对，这2块金属板的出现绝对不是巧合。哎呦喂，这光效赶上春节晚会的舞台了。而在代表迷雾岛的绿色光点下方，有着一个新世界。那是一个极其完整的，被封印在地抗深处的地心侏罗纪世界。这是怎么回事？哎呀，我勒个去！这些红点正在以一种极其狂热的姿态，向着地表，也就是迷雾岛的方向涌来。我的天，这些红点全都是活的！可不嘛，这可都是实打实的肉身啊！姐姐，您瞅见没？这底下可热闹了，大红他们家亲小火潮他七大姑八大姨，还有蓝胖子那些海里的街坊四邻，全都搁底下憋了几千万年了。之前这通道的门倾是锁死的，他们上不来。但是自从您登岛以后，您身上那股子绝对亲和光环的味道就顺着地缝一直飘到地底下去。姐姐，您现在搁这帮远古巨兽的眼里，那就是一块行走的极品唐僧肉。哦，不对，是极品大型猫薄猴。他们全都是冲着您来的。都闹哼着要上来找您透透气儿，顺便贴贴呢。这要是成百上千只史前巨兽一窝蜂的涌上来跟我贴贴，我恐怕连肉泥都剩不下，直接就被他们给蹭得灰飞烟灭了。系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这是个休闲养成系统吗？怎么变成末日生存游戏了？丁，检测到宿主成功修复地心生态封印枢纽。当前世界观已更新，迷雾岛实为远古文明遗留的史前生物避难所地表通风口。通道物理封印即将彻底解除，请宿主做好万兽朝宗的准备，迎接您的远古滋民。我迎接个鬼啊！国家队昨天刚把外围封锁了，今天这岛的底下就要被恐龙给彻底掀翻了。下一秒，一阵极其恐怖，甚至超越了8级大地震的剧烈震动，从我的脚底下轰然爆发。哎呦喂，要见姐，底下的老街坊们要冲出来了！在迷雾岛的正中央，那座沉寂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死火山，极其诡异的喷射出了一道直冲云霄的、极其耀眼的幽蓝色光柱。
真正的侏罗纪世界降临了！